一环可能是有点无聊，但绝对是二游里最二次元的，光是复刻的动漫场景都有10几处。首先，你的名字。那个超级大的彗星，这个位置的观测点应该是最接近动画里效果的。不过这个彗星的出现有点吃运气。然后我们从这个坡上下来，往右边开，这个地方有一片油菜田，按说是克拉纳的那个名场面，但好像花不太一样。马路的对面有一个公园，这个滑梯是魔卡少女樱里的一个很经典的企鹅滑梯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立牌把这个企鹅滑梯给倒了过来。遭人破坏的溜滑梯外形做得像企鹅，当地的孩子们都昵称它是企鹅大王。离开公园走到这条路上，我们会先看见一个空地，这3根水管说实话有点刻意了。这个是哆啦 A 梦他们经常一起玩的空地，和动画中不太一样的是，大雄家就直接在这个空地的边上蜡笔小新的家。只是说2大神级搞笑漫伺候这一块地真是无敌了。然后我们回头一路到这个位置，你能看见一家豆腐店，明显捏他的是头文字 D， 但如果只是名字上做了捏他，我是不会做进视频里的。这家店边上是有一辆车的，他们把 A186 也做了进去。众所周知，一环是一款自由的游戏，没错，这辆86你是可以开的，不过要做个任务。他们甚至把86最经典的展开式车灯也复刻了，而且边上就是发卡湾，我要立刻给你们表演一个排水区过弯。好，我们下发卡湾掉头，然后右转，你会进到一个神似秋叶原的地方。我们走到这个位置停下，然后转动镜头，抬头，没错，命运石之门的时光机。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，这里是克莱纳达的另一个名场景，主角相遇之地。俺たちは登り始める。長い而只要再过一个转弯口，你就能看到另一个主角相遇之地。这个是叫侦探坡嘛，是路人女主的养成方法，男女主第1集相遇的名场景。然后我们向西直行，到这栋楼的边上，上楼顶。这个楼顶的样式虽然没有那么准确，但应该 Neta 的是天气之子。毕竟边上的这个鲤鱼旗名字就叫这个。离开这个地方，我们能看见数码宝贝的名场景。小时候我看他们在这里打吸血魔兽来着。沿着这条大路一直开，我们能看到一座桥，没错，这个就是 Fate 里的东木大桥同款。小时候我看他们在桥底下放光炮来着。这样想想 Fate Zero 也是10几年前的动画了呀。过桥之后，我们开很长一段到这个公园，走到深处能看到一个木质的亭子，这应该不用我介绍了吧？盐业之亭已经是一件所有人知道的时尚单品了。小时候我看到有个学生给老师在这里做鞋子来着，有些人的有些爱好也开始悄悄萌芽了。离开这里来到这里，这条商店街那就不用说了呀，这肯定 Neta 的玉子市场吗？离开这条商店街，我们2个右转上主路，过这个路口之后来到这里。啊哈，下北泽，我知道这里有一条组乐队的支线，但是你看我这进度也知道我肯定还没做。哎呀，又是社畜，游戏又多，看在我昨天还在拯救人里，今天还要去拯救拉海洛的份上，原谅我吧。进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几乎是在1比1复刻这个 Lava House， 这都不是刻意，就差把求求你一定要看出来啊给写脸上了。出下北泽之后开到这个地方，这栋公寓楼能认出来的应该没几个人吧，这是干物妹小埋里小埋哥哥住的那个公寓啊，你看是不是
是一模一样，一不惊喜，一不意外。前段时间听说了小埋作者的故事之后，还挺感慨的，但这个我就没出视频。你看我还是一个挺有良知的营销号，对吧？离开这里，我们开车横跨整个桥间地，来到这里，这是秒速5厘米的那个电车。虽然说整个一环最不缺的就是电车，但这个还有带樱花的，应该是没跑了。我印象里刚进游戏的时候是有一个灌篮高手的那个电车的，对面就是海，但我有点找不到了，有知道在哪儿的能评论区说一下吗？在这里我们切小摩托走里面的小路，到这个楼梯这儿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如果我在这里说你的名字已经过去10年了，你会很惊讶吗？我们回到大路上，在路上就能看到水上开的列车，这里捏它的就是《千与千寻》的水上列车，颜色都差不多，一直开一直开。我们能看到这个列车的站台，这个站台其实也是有出处的，是一部叫《通往夏天的隧道再见的出口》的动画电影，男女主初次见面的时候的站台。话说这片子在抖音有热度吗？这些看着很多，但就这还是我去掉了很多看着有点像但算上又有点硬凑的场景的。你说是 NETA 动漫的场景，那也没毛病，你说只是个普通的场景，那也可以，我就没列出来。而且因为游戏里存在大量的广告招牌和海报，你能在这里看到无数的动漫名字的梗。说实话，我在开头说一环无聊啥的也就只个噱头，作为一个老二次元，我玩的时候其实一点都不无聊，感觉处处是惊喜。你还知道有哪些我漏掉名字的场景吗？在评论区说说呗，让我偷点凑个下一期。我是开一期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